坚持不下去了，兄弟们坚持不下去了！全球太多派友发声，为什么越来越看不懂了？Pi Network 在做什么？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大 logo 频道。今天我们用中立的方式发声，尼古拉斯博士是不是有些改变方向了？首先，大 logo 告诉你，尼古拉斯如果不改变方向，可能派币上线就是白菜价。您信不信一个派币就只能买一颗大白菜？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 Pi Network 的发展产生疑问。尼古拉斯博士最初是创建 Pi Network 来进行加密货币研究的，但现在他为什么如此全力投入到 Web3 这个众多人看不懂的领域呢？这个问题牵扯到很多专业知识，但让我们一起探讨一下为什么 Pi Network 一直在不断变化。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下近年来公链项目的发展情况，很少有项目取得成功，特别是那些专注于开发平台币的项目。你是否也有这样的观察？在这一点上，我们可能会有人认为 Pi Network 不应该被用传统的加密货币思维来评判，但我要告诉你，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很多所谓的中文区的专家曾经声称 Pi Network 要成为一个超主权货币，但这只是一种夸大其词的说法。尼古拉斯博士在最初立项 Pi Network 项目时是以比特币作为参照的，这难道不是加密货币思维吗？我对此表示怀疑。如果你深入了解 Pi Network， 就会知道它是基于恒星区块链的底层协议开发的，而不是从零开始构建的公链。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方式？如果你仔细研究一下尼古拉斯和恒星的关系，或许会找到答案。这个问题需要你自己去思考和研究。我在几年前就提到过他们的关系。Pi Network 于2019年3月14日首次亮相，但是从2021年12月份开始 ，Web3 这个词突然兴起，开始在传统互联网领域传播开来。最近互联网圈的融资情况和创业动态显示，传统的风险投资机构似乎都在呼吁全力支持 Web3。那么 Web3 到底是什么？全球的派先锋们，你们应该去了解尼古拉斯博士为什么要积极发展 Web3 以及 Web3 的未来发展前景。今天大 logo 将带你一起解开这个谜团，探讨 Web3 的魅力。那么 Web3 究竟是什么？最近我们看到互联网创业圈子中，似乎每个人都在谈论 Web3， 但关于 Web3 的定义五花八门，至今还没有一个高度共识的定义，就像元宇宙一样。要理解 Web3， 我们首先需要回顾一下 Web1 和 Web2。Web1 是可读的互联网，在 Web1 时代，我们可以从网络上获取新闻和信息，但几乎只能虚拟获取信息，无法进行互动。随着 Web2 的出现，互联网变得更加互动，我们可以留言、评论、点赞、私信聊天、发布主题等等。因此 Web2 不仅仅是可读的，还可以写，可以互动。那么 Web3 呢？ Web3 不仅可读可写，还可拥有。拥有的意思是什么呢？实际上这涉及到控制权，我们对账户在平台上生成的数据、信息、资产等拥有了控制权，我们可以自主决定。那么 Web3 的控制权具体是什么呢？让我们列举几个简单的场景来说明。首先是对账户的控制权。在 Web2 时代，我们需要为使用平台服务而注册账户，或使用 Facebook、Twitter 等统一账户登录。如果你的行为不符合平台的规定，你的账户可能会随时被限制或封禁。因此在 Web2 时代，你实际上没有账户的控制权。然而在 Web3 时代，你可以使用一个账户登录所有平台，而且这个账户是由一系列密码学、算法、博弈论等技术手段保护的。这意味着你对自己的账户拥有控制权，不会轻易受到中心化平台的限制或封禁。换句话说，在 Web3 中，你对自己的账户有绝对的控制权，不受中心化平台的约束。接下来是对数据的控制权。在 Web2 中，为了使用平台的服务，我们不得不同意数据隐私相关的条款，否则无法使用相关服务。在使用服务的过程中，我们会生成大量数据，比如在某宝上我们的购物喜好、购买能力、购物频率等等。这些数据可能会被某宝大数据平台制作成用户标签，然后以精准的用户标签卖给相关店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感觉平台向我们推荐的商家和产品都与我们的喜好相关，因为我们的购买习惯数据告诉了他们一切。然而在 Web2 时代，尽管我们为平台提供了大量数据，但作为数据的供应方和拥有者，我们无法分享其中的任何收益。这些数据成为平台的核心资产，但我们无法从中获得任何回报。然而在 Web3 时代，我们生成的数据完全属于我们自己，我们可以选择将这些数据开放给平台或其他商家，同时也可以获得相应的收益。在 Web3 中，我们可以自主选择是否分享数据，以及如何分享，我们拥有绝对的控制权。此外，密码学、算法等技术手段也确保了我们的数据信息是不可审查的，也就是说，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任何一方都无法强制查看我们的信息。在 Web3 中，你可以放心的知道，你和朋友的聊天记录将被完全保密。最后
后是对资产的控制权。在 Web 2中，我们的资产通常存放在银行、PayPal 等大型平台机构中。除了实体资产之外，我们的钱只是这些账户中的数字，因此有可能某一天，我们的账户中的所有资产都被冻结或清零。然而，在 Web 3中，你拥有自己资产的控制权，尽管你的资产也只是一串数字，但只要你保有私钥，你的资产就会安全存在，几乎没有任何人可以强制夺走你的资产。那么 Web 3与区块链有何关联呢？综上所述，关于 Web 3，我们可以这样解释 ：Web 3的目标是尽可能减少对中心化平台或机构的信任，打破他们的垄断，重新赋予个体对数据、信息、资产等的控制权。从这个角度看 ，Web 3的核心概念又回到了去中心化。而谈到去中心化，我们自然会联想到区块链，因此我们可以说，区块链技术是实现 Web 3的技术手段。目前出现的公有链项目似乎都可以归入 Web 3的范畴，只是因为不同项目的去中心化程度不同，导致它们实现 Web 3的程度也有所不同。Web 3代表了一种重新赋予个体控制权的理念，这是 Pi Network 等项目正在积极追求的目标。虽然 Web 3的定义尚未达成共识，但它代表了一种未来的愿景，一个更加去中心化、开放透明、具有个体控制权的互联网世界。正是这个愿景推动着 Pi Network 和其他项目不断前进，以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和开放的互联网生态系统。总之 ，Web 3代表了对传统互联网的革命，它力图重新定义数据信息和资产的所有权，赋予个体更大的控制权。虽然 Web 3的具体形态尚未确定，但它无疑将继续在未来的互联网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而 Pi Network 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也在积极推动这一愿景的实现。希望通过这一段的影片，你对 Web 3有了更深入的理解。现在，让我们深入探讨一下，为什么尼古拉斯博士和 Pi Network 团队决定积极参与 Web 3的发展。首先，我们需要明白 Web 3代表了一种去中心化的理念，旨在打破传统互联网上的垄断和控制，重新赋予个体更多权利。这与 Pi Network 的初衷是一致的。尼古拉斯博士最初创建 Pi Network 是为了研究和推动加密货币的发展，但他也一直关注着去中心化的概念。恒星区块链作为 Pi Network 的底层协议，本身就具有去中心化的特性，因此 Pi Network 选择在这个基础上构建自己的生态系统，以实现更大程度的去中心化。其次 ，Web 3的核心概念与区块链技术密切相关。区块链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分布式账本技术，具有不可篡改和透明的特性，这与 Web 3的目标相契合。Pi Network 选择了恒星区块链作为底层技术，这也意味着他们认可了区块链作为实现 Web 3理念的有效工具。此外 ，Web 3的发展也与社会的变革密切相关。随着人们对数据隐私和安全的关注日益增加，对中心化平台的信任逐渐减弱。Web 3的出现为个体提供了更多的控制权，能够更好地保护个体的数据和资产。Pi Network 团队可能认为积极参与 Web 3的发展，有助于满足当下社会的需求，推动更加公平和开放的互联网体验。最后 ，Pi Network 团队可能也看到了 Web 3的商业潜力。随着 Web 3的不断发展，涌现出了许多新的商业机会，包括去中心化应用、DApps 加密资产交易、数字身份验证等。Pi Network 可能希望在这个充满机遇的领域中发挥自己的作用，为用户提供更多价值，同时也开拓自身的商业前景。尼古拉斯博士和 Pi Network 团队决定积极参与 Web 3的发展，可能是出于多种动机的综合考虑。他们看到了 Web 3的潜力，认同其去中心化理念，并希望在这个领域做出贡献。无论如何 ，Pi Network 的参与将为 Web 3的发展增添一份力量，也有望推动更加公平、开放和自主的互联网未来的到来。希望这些信息对你有所帮助。如果你对 Web 3或 Pi Network 还有其他疑问，欢迎进一步探讨。好的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感觉有帮助，感谢分享、订阅、点亮小铃铛，谢谢观看，下期再见。